阿弥陀阿弥陀法师、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收到我的声音吗？没问题啊。今天回顾起大概在4、5年前的时候，我们 MCO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嘛，这样我们就开始上网课，然后那个时候讲的这一个题目呢，也是现代科学、量子力学与人眼睛的这一个全述啊，所以那个时候得到的那一个反应其实蛮好的。这样今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呢，说报告 Zoom 说今天会来参与 Zoom 的这一个学员呢，大概是六位，然后出席实体课呢，大概会是在50几位哦。现在所谓的6位，现在就变成70位哦，所以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吧，然后今天来现场的人数也应该会有30、40位吧，应该有40多位哦，所以其实现实和计划有些时候是相反的。这样为什么会讲相反呢？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一个题目啊，主要呢是针对我们的颠倒想，所以就会开始讲相反。好了，事不宜迟，因为我们也是有点迟到，然后可能原定的时间是6点，可能会稍微延迟一点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方便，我们就延迟一点，不然的话就再看看怎么办哈。好，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哈。这个是技术问题，按一下，本来应该是要有反应的，再按一下。好了问题解决了。像今天的题目呢是人眼睛如何透视量子宇宙的真与妄。首先呢，我们知道宇宙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嘛，就大家知道宇宙有多大嘛？宇宙呢，我们从我们的地球呢，大概是呃4万公里的这一个圆周哦，所以呢，如果是以光的速度来跑的话呢，它大概1秒钟呢就可以跑地球7000万，这光的速度是这么的快的1秒钟就转了地球啊7000万，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如果去美国呢，就接近转了半个地球，接近180度，所以就大概是2万公里吧。可是光呢1秒钟就这样子跑，7000万。然后整个宇宙啊，不要说太阳系，太阳系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是很小的哦，大概就是整个银河系呢，大概是有10万光年啊，就是说如果以光1秒钟转地球7000万的速度，这种速度啊，如果要飞出我们的这一个银河系呢，大概要10万年，你可以想象吗？然后最接近我们的星星呢，大概是需要飞接近5年的时间，4点多年哦，4.7多年哦，这样子的一个用光的速度这样子来飞，我们看到的星星好像距离我们很近。然后呢，整个银河系呢，在宇宙里面呢，就是在像粒沙这么的小哦，所以整个可观察到的宇宙大概是有几百光年，几百亿光年这么大，所以这个就是光年的这一个概念哦，这是光年是一个长度来的，光飞1年的这个距离叫做1光年所以刚才光1秒钟就转了地球7000万。太阳呢，如果的光来到我们地球呢，大概也要7分多钟吧。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那么大的宇宙，它其实呢，我们今天来看它是如何被量子化的。然后呢，如何讲说我们的这一个认识这一个世界是所谓的颠倒想哈。那么
单元就不外3个东西，第一就是所谓的物质，第二呢就是所谓的空间，然后呢第三就是时间。为什么会有空间？大家知道吗？因为有了物质，对不对？如果空间没有物质的话呢，大家去想想一下，空间能够存在叫做空间吗？因为物质与空间呢，它们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如果只有空间就没有空间，这个道理不知道大家做得到吗？做得到，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呢，它都是有一个比较，它才能够出现，它才能够存在的。所以如果没有比较，你就没有所谓的能够存在。然后呢，有了物质和时间的这一种概念呢，它相对之下呢，就会有了时间的这种概念出现了。哦，以此类推，用这样子的观念，这是最简单的逻辑思考来了解物质、空间、时间的那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每一次讲说时间和空间呢，在这个相对论里面呢，它是把它看成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它有些时候呢，这个东西显现的比较多为空间的这个现象，有些时候呢就显现多时间的这个现象。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谈这一些基本的哦，这样子整个宇宙是多么的大，然后整个宇宙是量子化，这样当然量子这一句话是今天的重点，就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解释什么叫量子哦。然后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真？今天我们要把它的这一个假面具啊，它是多么的旺带出来，然后根源就是我们的颠倒想，这就是今天这个题目所要讲的重点，在这3个小时里面哈，所以大家先捉住这一个重点，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一点技术的问题，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哦，因为那个 PowerPoint 它自己不动了，哎，又可以了。等一下我试试看，哎，可以了，很好，很好，很好，佛菩萨保佑啊！好，那么首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因为我们平常只是开放给自己的学员，这样大家都很熟络。今天呢，我们有开放给不是本学会学员的朋友大德们，所以呢，在这边要阐明一下哦，这不是一个学术性或者是技术性的研究会，它不会很深奥，它也不会说要把那些方程式要大家如何去记，也不是像大学这样子的严谨哦，所以呢，只是想透过这一个分享会啊，和实践一些简单的内在探索。什么叫内在探索呢？为什么那么旺的宇宙被我们当成如此的真？这样我们内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我们就要做一点内在探索。所以呢，进而我们对人生的生与死、执着与放下哦，得到一些启发。有些时候，量子力学讲说这世界为什么会存在？因为我们太执着。这个量子力学，如果我们再延伸进去，把这一个量子力学得到的这一些，我们叫做 finding，就是它所得到的这个研究呢，如果我们再延伸进去呢，其实我们整个世界时间、空间、物质都是给我们执着出来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万元全部放下，我们就会无所在而无所不在。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今天真的是很挑战，刚才是怎样解决的？我们有大概有90个 slide，每一个 slide 呢大概可以花2分钟。然后我们在按去下个 slide 的时候呢，我们现在需要花可能多出2分钟的时间，所以等一下迟到或者时间延长，大家多多包涵，因为好料在后面，你知道吗？前面就是铺第一块面包，第二块面包，然后到最后真正的这一个重点哦，对大家有所帮助和体会的，就是说来了
大家花了时间来听一个讲座会，来听一个分享会，那么我们要 take home 的，我们要带回去的是什么呢？然后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帮助？这其实是重点。那么刚才讲的这一些话，其实不在计划里面的。为什么讲这些话呢？是因为现在实在动不到。可以了，动了。好了，谢谢。好，所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主要就是讲说有古典物理和现代物理啊。所以呢，以前的经典物理呢，它大概呢就会有讲说有力学、热学、电磁学。现代物理呢，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要来讲这一个量子力学，然后当然里面会掺杂这一个相对论，然后呢，量子力学和这一个相对论，它的以这两个学科为基础，会讲的一些粒子物理，然后还有所谓的非线性，我们今天就不谈了。那太抽象了，你知道吗？它叫做混沌学啊，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做，就是你做了什么东西，你做了什么东西，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做的这一种科学，你明白吗？所以就我们不谈这个混沌，然后它的时间呢，在1800年尾啊，不是00年尾啊，就是接近1900年的时候到可能30年、4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量子力学还有相对论，就是所谓的现代物理最盛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到他们，譬如说，爱因斯坦和波尔是量子力学其中的一个开山鼻祖哦。他们在交锋，他们不是真的打架，不过他们在坚持各自的论点的时候呢，就我们现在看回去都好像在神仙打架一般的。他们的智慧，他们能够去到的领域太不可思议了，就是针对人类的这一个智慧结晶来说所以这个 file 大概是190个 Mac，190个 Mac。对，请对，请大家再稍等一下因为你这些先可以可是我们刚才都没有问题啊。好，我们再继续这个才是第2个 slide 而已啊，可以了吗？我们可以再压下去了吗？好啦，我们来讲讲整个世界呢都是由物质、时间和空间所组成的嘛。那么我们先来探讨什么叫物质。其实他们做一个实验叫做这个 Casimir 的这个实验他们在一个真空的这一个状态当然有一颗铁片的真空如果把它的那个空气把里面的这一个所谓的物质抽掉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突然之间从空间跑出了一个物质，这样子跑出来。所以呢，虚空呢到了一个很空的时候呢，它就会生出一个所谓的正物质，还有一个反物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好，来我们继续就是讲能量。首先我们先来知道什么叫做能量。能量呢是无所在也无所不在。什么叫做无所在也无所不在呢？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四周，我们指的是墙壁我们指的是墙壁。那么我们讲说这个墙壁是墙壁，然后我们听到打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听到雷的声音嘛，然后我们看到雷的光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都是光听到声音感觉到热能都是现象，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就说这是能量，它不是其他的东西。有看到能量和现象是不分的吗？这种现象我们要把它捉紧紧说，能量能够互相的转换，可是呢，它怎么样子能够单单纯纯的把一个能量拿在你前面指说这就是能量，其实是不能的。能量与现象是分不开的。
哦，这个是能量的第一点啊。所以呢，开始的时候，科学家把能量看成是一种维持和改变宇宙所有现象的最基本的这一个单元哦。然后呢就没有然后。所以刚才说的这一个能量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能量啊，它到底呢是一个连续性还是不连续性的这一个概念。好了，其实呢，如果没有看到这个 screen 的话呢，大家就听着我说哈，然后去做一个想象，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把什么叫做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把它分开。什么叫做连续性呢？就是你看到我手上，或者是你们把你们的手拿出来哦，然后呢，在前面这样子哦晃一晃，看到哦眼睛看着你们的手在动的时候，看到你们的手在动，哎，用心去观察一下你们的手在动，在晃着从左哦摇到右，右呢又再晃到左，这样子，我们的手呢从左到右，它的整个过程，请问是连续的吗？请问是连续的吗？谁说它是连续的，请举手啊！这就是上实体课的好处了哦。所以在用的同学们啊，你们举手或许看不到哈哦，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连续的吗？对不对？哦，然后呢，所谓的不连续呢，就是不连续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连续的意思就是你看到的这一个点，突然之间呢，它又出现在另外一个点，然后呢，比如说在左边一个点，突然之间又出现在右边的一个点，当然你们这样看是相反的，它从左边出现在右边，中间呢是没有连续性的，就是说它中间根本就没有一个轨迹可言啊，做得到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刚才我们在挥动我们的手时候，看到它是连续性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左边去右边的时候，我们讲不连续性呢，是中间呢是没有这个过程的，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空间的过程的，这个呢叫做不连续性。中间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所谓的物质让你去跑的，这叫做不连续性。做得到这个不连续性的这个道理了，对不对？哦，好了，那么我们知道哦，这一个连续性和这个非连续性呢，是怎样的情况呢？是我们都会以为我们活在一个连续的世界里面。刚才你们都做了，你们也是回答了啊，这个手在摇晃的时候根本就是连续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跟大家讲说这世界呢是不连续的，它是突然之间出现的，大家一定是咩？我看的好像不是这样咯，是吗？因为明明就是，哎，可以了，我觉得他没有反应啊，嗯，可以啦，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哦，因为我前面的那个我是可以这样讲，然后可以带大家用声音带大家去把这一个 slide，嗯，把它用我们就这样子来讲，因为有些时候呢，你知道世界上最好的白板或者是黑板是哪一个板吗？哦，可以啦，那个板是哪一个板你知道吗？是白板比较好还是黑板比较好？其实是脑板比较好。什么叫脑板？你知道吗？因为有些时候呢，我在跟别人分享一些可能学术性的道理啊，或者是我就讲说，我是不会写出来的。我讲的东西，你们脑里面要有一个黑板。我讲的这些东西呢，你们就自己在你们自己的脑海里面画图，它的关系什么，那你们才会用心。画不到，你们可以问哦，那个就是用脑板，不是老板啊。所以这个能量呢是周遍整个宇宙的啊，它超越了粒子的可排列性、时间、空间的这个客观性。好了，刚才我们讲说这一个世界是连续的嘛，如你们所讲的啊，不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世界是连续的，所以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时间、空间是
还有物质是客观性的。什么叫做客观性呢？客观性的意思就是它真真实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我看它也好，我不看它也好，它都是实实在在那一边实有的，真正的存在的。这个呢叫做客观性。还有另外一个主观性是，你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是那个是比较主观的，是跟着人而改变的，那个叫主观性。客观就是你看它也好，你不看它也，你这样想也好，你那样想也好，它都是实实在那边，实在那边存在的。所以我们都会很客观的认为时间、空间、物质是客观的，对不对？其实应该叫主观的认为时间、空间。意思是说，我们在前面啊，当我们的手在晃来晃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一个空间哦，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空间，我们怎样看到我们的手晃来晃去呢？对不对？没有空间，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发生了嘛，是不是？这样这个空间一定是实实在在是绝对的嘛，对不对？一定是绝对的，就是在那边它一定是不动的。然后呢，它只是允许我们的物质在这个空间里面在那边摇摆，是吗？是这样子的情况吗？当然是肯定会有人点头嘛，因为不懂，等下其实是不敢点头啊，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们认为是吗？空间是在这边绝对的，然后我们是在空间里面活动，在里面运动着，所以我们有一个会动的这一个物质，然后有一个不动的这个虚空，然后虚空呢是实实在在有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今天一开头的时候我讲说这个是颠倒想？你们知道我已经有什么意图了，对不对？因为量子力学越来的越真。最近呢，我们有3位科学家拿诺贝尔奖，你知道他们研究的领域是哪一个领域吗？对了，量子纠缠就是3个研究量子力学的，还有量子隧穿，还有呢量子的这一个空间，认为原来空间也是量子化的。量子是什么？量子就是1、2、3木头人，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你不去看它它就在那一边无所不在。你看它的时候呢，它就定下来。所以最近拿诺贝尔奖的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证实了原来我们的空间也是所谓的波函数坍塌的，就是它是我们看出来的，这空间不是绝对的，它是被我们讲说硬掰，就是硬去蹬它，硬去蹬它，空间被我们这样子蹬出来的，这样子的意思大家捉得到吗？然后呢，它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一个诺贝尔奖的里面呢，因为这整百年来量子力学的这一些什么量子效应啊、波函数坍塌啦、量子纠缠啊，这一些林林总总的这一些研究和学说呢，都只是发生在粒子、微粒子，就是我们叫亚粒子啊。就是好像夸克啊、电子啊、氢子这一些光子这一些很小我们看不到，在我们宏观的这一个世界看不到的这一个所谓的粒子，它们都是量子效应的量子效应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量子效应呢，就是譬如说我从这边走到那一边，我这样子走过去，这样在我们宏观的世界里面呢，就是你们真的是看到后学从这边走过去，可是呢，在粒子的世界里面呢，当我要这样子走的时候，你就突然之间看到，我就这样子飞出来了所以这样我们就讲回讲回我们这个能量然后我们继续，因为这刚才后学讲的话不会浪费，就会省掉几个 slide。好，所以呢，整个宇宙的万物的形态呢，就会随着能量就是能量跟着这一个引发的元素的不同显现和变化。意思就是说，能量就是能量，可是呢，它随着这一个诱发它、引发它出来的元素，它就会现成动的能量，现成位就是高度的能量现成热能，
现成这一个 friction 就是摩擦的那个力量哦，电磁力这一些林林总总的这一个力量，所以呢，不同的就好像我们一辆车里面哦，我们添油进去嘛，是不是？添油的时候它又可以动啊，然后它又发出声音啊，它又可以放光啊，对不对？就可以转成电能，转成动能，这林林总总的都是一个能量转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形象而已哦。所以呢，就是随着它诱发的那一个元素而显现和变化。好，那么在这一个量子力学里面，我们都非常的习惯什么叫做波函数嘛。那么波函数是什么呢？波函数呢，其实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重叠加态。叠加态呢是什么？你知道吗？所谓的叠加态，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哦，就是我们眼前如果是一个空间来讲，我们把我们的手前头放下去，在刚才这个空间上面呢，哦，我们这个空间呢就不再叫做虚空，而是我们的手，我们的手是物质嘛，对不对？所以呢，当物质来的时候，虚空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它就是不见掉了，对不对？然后呢，当我们的物质一走的时候，虚空呢又在显现回来了。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大家做得清楚吗？可是呢，在波函数的状态里面，呢，就是同一个时间点，同一个空间点，我的这一个物质空间、时间同时存在，可是它还没有现出那个像哦，还没有现出这个像，它只是叠加在一起哦。所以呢，为什么它叫做函数呢？函数我们英文叫做 function。所以我在数学里面呢，我们就会讲说，譬如说z 等于 x 加 y，是不是这样子？这个 z 的变化呢，就会跟着 x 跟着 y 这样子来变。它其实就是一条所谓的equation 啊，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了解它为是一个function，就是一个函数，就是你给它一些条件，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个 output，就是它会呈现出一些结果让我们看哦。这个是在数学里面的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函数啊，好，所以呢，我们呢，这些我说了，我们不能够直接看到这个能量啊，只是现象而已啊。不过，能量和现象呢，中间却完全没有转换的任何关系。哦，这个大家懂吗？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这个手，我们前面的这一个手啊，是吗？讲它是物质，可是呢，我也可以说它是能量啊。我需要把这个手把它烧掉，然后呢，把它弄掉，不管用什么办法，然后它变成能量，经过一个过程，然后把它变成能量，需要吗？因为我当下就是能量，空间、时间、物质，当下就是能量。这个当下是什么意思呢？当下的意思是你不需要经过转换的，它当下只是为什么会现在现出这个物质的像呢？随着我们的喜好哦，明白吗？量子力学是这样说的，你们知道吗？随着我们的喜好、习惯来看这一个世界，它就会呈现出你要看物质，给你看物质；你要看空间，给你看空间。这样子的情况哦。好，所以呢，函数是这个意思，波是什么意思呢？波呢，就是好像海浪这样子嘛。在这边呢，波呢，就是会有三大特征要捉得住的。第一呢，波呢，就是你看啊，现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是不是会有很多波？有就好像电台的波嘛，是不是？只要在播的时候，这个范围啊，有电台的波，我们只是开了收音机，不管你去到哪里，只要在这个波的覆盖范围，你们那里都听得到电台的声音的。你不会说因为你的这个仪器小或者是很大，你就说这个地方有波，那个地方没有波。所以波呢是周边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场来的，它是一个电磁场来的这个电磁波哦，这个是第一，所以它是
在那个空间里面它是无所不在的。第二呢，它就会有说，如果你两个波峰就是好像山这样子，两个波峰加起来，它就会呈现一个更高的那一个峰。然后呢，一个波峰一个波谷加起来，它就会不见掉所谓的那一个波，所以它会有一种东西叫做叠加态。叠加态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波你在加的时候，它里面呢就会更加的显。等一下呢，到了一个饱和点啊，这个波它会坍塌的，你知道吗？一坍塌了过后呢，它就会现出那个像你们想看的这个像给你们看。然后这个波呢是什么呢？这个波里面所代表的那一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呢，发明波函数的人，他讲，如果这个波的意思是这样，我真的后悔参加量子力学了，因为太恐怖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完完全全，他讲说给我们这一班全世界认为最聪明的科学家搞到我们都自己不敢相信，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啊，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原来啊，这个波的这一个所谓的波峰啊，指的是物质或者是现象出现的概率性而已。概率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可能性，就好像我们现在眼前摆着一只手嘛，然后我们一二三看它第一次，看它第二次，看它第三次，我们看它100万次，它都存在的话呢，我们通常会说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会通常说这只手实实在在在我前面，是吗？实实在在在我前面。可是量子力学不这么说，这一只手很有可能在你前面，因为它的波峰很高，可是它不是100%，它不是100%的所谓的可能性，它是好像出现在你面前，可是它这个好像呢，是时常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这个波的这个意思指的不是说在一个物质量说它的这一个所谓的电波很尖，电波很平，它指的不是这一个物质上的东西，而是一个概率性哦，而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波函数坍塌的这个情况，就是当这一个波它一呈现到了一个饱和的情况，它的这个波呢一直叠加，一直叠加在同样的地方，它一坍塌的时候呢，它现出这一个像，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哎，它已经很有可能，极大可能出现在我面前，所以今天你对你旁边的朋友讲，你不存在，你只是很可能存在。哦，听完后学这样子讲说，去到外面跟人家讲，除非他读量子力学，他就懂你在说什么，不然的话呢，等一下他就讲说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啊？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波函数的这一个意思了。所以我们就在讲嘛，量子从哪里来嘛？是不是？量子呢，它是可以互换的，所谓的这一个能量啊，以物质它是互换的，它不是量子啊，这是物质啊，这个质量从哪里来？在刚才后学有跟大家说嘛，物质嘛，就是说在一个很空的这一个情况哦，它突然之间呢，它突然之间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吗？哎，生出一个所谓的物质，他们所谓的这一个粒子跑出来。本来呢，在一个空间里面，这个空间呢，我们把里面的这一些所谓的物质全部抽出来，抽出来。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特殊的情况，在这边技术性的东西我们不谈。然后抽出来到了一个阶段呢，突然之间呢，就会出现两种粒子，就跑出粒子，一个呢叫做正粒子，一个叫做负粒子。然后呢，一个正粒子呢是所谓的正的咯，然后一个负粒子就是所谓的负。哎，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哦，正粒子就是正的咯，负粒子是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正和负呢，比如说一个是加一就是正嘛，一个减一就是负嘛，对不对？但你如果他把这两个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请问它是多少？它什么都没有，你明白吗？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零，零就是我们讲说空间嘛，是不是？零什么都没有就是空间，所以在空间里面，如果你跟他坚持在一边的话呢，你给他一些执着念在里面的话呢，他会生粒子了，做到吗？
这个呢就是，然后呢，它是随着什么叫做执着念？就是它随着这一个量子场的这一个能量啊，当我们的这个量子的零点能量就是零点能量，你可以把它当成是量子场的最低的这一种状态。如果本来呢，它是在这个零点能量的上面，它就会呈现出这一个粒子的这一个状态嘛。如果它这个能量呢，在这个零点能量的下面，就是零点能量，它是一个场来的，那么呢，它就不会呈现出这一个粒子的状态。这样，可是呢，这一个能量场，这个量子场呢，它就会好像是我们英文叫做 fluctuation 啊，就是它会涨落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它会高会低，会高会低。所以当我们把这一个的时候呢，它就很接近这个零点能量的场。然后呢，这个零点能量场它有量子涨落嘛，它一升上来的时候，我们看这个量，它本来在这一边，然后呢，它一上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这一个物质，它一下的时候，这个物质就显出来了，说得到这个道理吗？所以，原来量子场啊，它能够生出这个物质的，哇！看到你们的这个表情，这个会很深吗？不会的，我已经觉得我自己讲的非常简单了啊，深哦。我们可以下一个吗？然后我们来 play 这个 video，play video 应该可以吧？直接来，你可以一下看一下啊，在这边，这个，你看我手指哪里？如果宇宙始于虚无呢？不是空无一物的虚空，而是一个充满短暂活动的活跃量子真空。植根于量子场论的真空起源假说表明，我们的宇宙源于真空状态中的量子涨落，其中需粒子和零点能量引发了大爆炸。这个想法探索了一个由量子场的微妙概率舞蹈定义的前宇宙，在那里，无和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量子场论将真空视为量子场的动态海洋，而非空无一物的空间。每个粒子，如电子、夸克、光子，都对应于一个充满所有空间的场。即使在真空中，这些场也很活跃，这是由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驱动的。该原理允许能量短暂波动，这些波动产生虚粒子对，粒子和反粒子几乎瞬间出现又消失。其实他说的就是刚才后续说的这个意思，只是他说的，他是比我更难了解还是更容易了解？我说的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因为我是 oversimplify 了的，有些时候太过简化它，我怕我讲的可能会跑去别的方向，可是不这样讲又不行哦。等一下，因为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讲说难啊，这更难，可是我已经退无可退了，你知道吗？好。来，我们接下去啊，这个很好。好了，讲完了物质呢，我们就讲时间。大家知道，大家有听过黑洞吗？在黑洞呢，就是它的这个引力啊，地心引力是无限大的。然后呢，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会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引力场大的地方，我们的时间会变慢，然后呢，时间会膨胀。膨胀的意思呢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的在同一个时间的长度啊，我呢可以做一拍然后呢，在同一个时间的长度呢，我就可以做2拍。那么当我时间的我这样子说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比较难。意思就是说，当地心吸力比较强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就是慢动作啊，这样了解就可以了哦。因为我脑里面会想着，如果很有意思的什么叫做频率这样子的东西可是有些时候吃得太饱，再加多一点点的话，就会胀了。好，所以呢，在黑洞里面呢，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是互换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呢，活在我们现在的普通，对我们来讲叫做普通的这一个时空里面呢，我们拥有空间的自由，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时间的自由，我们也回不到
我们也回不过去从前，我们也不可能一口气跳到未来嘛，我们没有时间的自由嘛，时间只是一直向前走，向前走，越走我们就越老，老了就会等那件事啊，然后呢，哦，对，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这一个所谓的时间的自由。那么在黑洞又不一样，在黑洞呢，这个是数学算出来的。黑洞是什么呢？黑洞是我们有时间的自由，可是我们没有空间的自由。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掉进黑洞里面的时候啊，他掉进黑洞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他还是他哦，如果他潮汐效应已经把它撕烂了，不过他如果还有意识的话呢，他就会看到什么，你知道吗？哎，原来我呢就一直往这黑洞的中心方向走，我是没有空间的自由的，我没有空间的自由，我一直往这他们叫做奇异点一直往那个方向去的。那可是我有时间的自由，我可以回到过去，我可以奔向未来。黑洞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只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呢？给我们的启示是，哎，这么时间不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的吗？它应该是绝对的，怎么在黑洞的情况下，它可以被翻来翻去呢？是不是？然后呢，空间它不是实实在在应该客观的吗？可是空间它在黑洞里面又可以翻来翻去呢？这个是一个现象哦。这样，如果你们说你有没有经过黑洞，你怎样知道？这样问大家科学家的，就好像我问你有没有看过电波，你哪里知道有电波？同样的问题的这个 level，你明白吗？哦，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说，哎，黑洞我们没有看过去，就找一些科学的那一个paper 来看一下哈。然后，哎，我们来割一下这一个，你在猫这边割一下这一个下面对好，你看到这两个人在跑，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情景来的，看到吗？一个呢是比较快，一个呢就会比较慢。好了，如果呢我们站在这一个正常的空间看，其实也不叫黑洞，黑洞是静止不动的，因为它的引力是无穷大。就站在一个地心吸力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的动作是慢动作的。然后呢，当我们在黑洞里面看回去我们人的时候呢，它是怎样的情况，你知道吗？它的动作是快的，所以时间是可以这样子来理解的。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本来还想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时间可以被这一个拉长又可以缩短，是因为光速不变的这个原因。好了，来我们来开一下这个那个黑洞要读到大学毕业过后才读黑洞的，所以如果努力读书，如果是小学、中学是不会读到黑洞的大学要读到比较专科的时候才读黑洞所以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懂黑洞是没关系的好，然后这个我们来对一下这一个，可以吗？下面，哎，你看它下面这个，你看我手指那里这边对，你看我手这边压下去，对，你会看到这边的速度比较快，然后这边的速度比较慢。你看它的这个东西，我们叫做频率这个比较慢，看到吗？这个是比较快，看到吗？它其实是这一个这样子的道理的，因为对于这个呢是一束光飞的这个情况，如果它有不一样的这一个距离来讲，就是说之间会有一个距离呢，它就会根据这一个关系，就是观察者的这一个时间除以下面的这一个方程式，就等于被观察者的这一个时间。然后如果这个觉得很难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这个速度呢，就是你我之间的相对的速度，要不然这样叫做相对论。相对论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相对论就是你和我相对的速度相对的这一个关系那么你和我相对的速度呢，就是譬如说我一秒钟走1公里，
你知道我们的火箭啊，如果要脱离地球呢，大概是接近12公里啦，哦，十二公里，十二公里不是每小时，你知道吗？12公里是1秒钟，1秒钟飞12公里的速度快吗？对，很快，对不对？很快啊，这样子的速度啊，然后给光爷爷讲说这个是孙子来的，你明白吗？太慢了，意思是说光呢1秒钟呢，OK 就飞大概是30万公里，看到吗？30万公里，所以你和我之间的那个距离呢，可能是0.0000，不是距离啊，就是你和我之间的相对的速度，1、2、3啊，可能是这样子啦，可能只是可能是1个meter per second 这样子的那个，就是我们之间的。然后呢，你把又跑到哪里去了？不用紧哦，这个时间呢就等于，因为参差不齐哦，有些时候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一个速度相对的速度，我们是说12，所以我们讲12呢，哦，如果我们拿去把它平方，这一个呢是30万，你知道吗？30万，然后我们拿去平方，然后呢再把它除出来呢，这一个东西呢是非常的接近1的，明白吗？所以在平常的情况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我们的时间和我们被观察的时间呢，这两者之间呢是几乎一样的，做得到这个意思吗？可是如果我现在呢，你和我之间的相对速度呢，大概如果是光的99%哦，这样子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看到我的动作是变成嘎顿慢慢的，明白吗？如果我们之间的那一个相对的速度，它要指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哦，做得到吗？只是说把这个东西放进去这个 formula 里面，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办法，来再过，对，再过，哎，没有了，再开另外一个方哦。所以呢，空间它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哦。它是哦，现在又可以 animate 了哎，太棒了你们，这种叫做临时解决问题的能力。好，所以呢，空间可以被扭曲了哦。这个后续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刚才也已经讲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如果是30万公里，好了，来，因为这一个方程式呢，我们就会要讲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一个情况。我今天如果是以光的速度在运行哦，我们以光的速度在运行，那么这一个呢是我和他我是看着你嘛，这个你是被我观察的人，然后我是我嘛，然后我和你之间的速度呢是这一个速度，光速是光速，然后我们不需要讲太过复杂的东西。如果我现在是0的话，这个东西就是1，所以我观察者的长度就等于被观察者的长度，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咯。你明白吗？你看到的长度和我看到的长度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之间的相对的速度是光速，那么光速除以光速等于1嘛，对不对？然后呢，1减掉1等于0嘛，对不对？然后呢，不管我们现在什么长度都好，乘以0的话，我们的长度被观察到的这个长度会是多少？你们知道吗？等于0哦。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当我在跑到很快的速度的时候呢，整个空间变0，你知道吗？就是说，譬如说，我向他算跑去以光的速度的时候，我跟他算马上结为一体。不要这样子的眼神看着我，好，这样子的那一个这样子的意思哦。好了，意思就是说我马上骗满着我要到达的那个空间，中间的这一个空间呢，完全消失。如果以光速这样进行，这样空间是什么？为什么又可以拉长又可以消失？空间我们刚才讲不是客观的吗？好了，这样我们来看时间。
时间是这样子咯。如果我现在是零的话，你的时间和我的时间是一样的咯，对不对？因为都是除以一嘛，我的时间和你的时间除以一就是一样的吗？因为现在是零吗？可是如果你和我之间的相对速度是光速，这样子来做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对我来讲，时间呢，就是观察者的时间除以一个叫做零的话，对我来讲，你做一个动作啦，需要拿 infinity 的时间，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这个人哦，就是一直这样子的不动，明白吗？因为你做一个动作要拿无限长的时间，意思就是你不动的意思啦。明白吗？就是我在跑，我们之间的这一个相对的这个速度啊，如果是光速来讲，我看你是不动，你看我是不动的，我看你也是不动的，你知道吗？相对的吗？对不对？这样这个不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来讲，对我自身来讲，你不动，我看到你是不动的啊，这样这个世界上就马上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当我进入光速的那一刹那，全世界都不动，抓住这个道理啊。当我进入光速的那一刹那，全世界都不动，可是全世界看我是以光速在飞动的，在进行的。对我而言，当我一脱离光速的时候啦，当我脱离光速的时候，哎，对我来讲就是一刹那。如果我飞了如果我飞了10000年，外面的人讲说，哦，你就飞了10000年，你明白吗？飞了10000年，可是对我来说，那个时间基本上就是一刹那，就是我进入光速，然后我脱离光速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时间过的，你知道吗？所以对一粒光子来讲，它从10000光年的这个距离飞来我们地球，对它来讲是没有啊。我刚刚才出发罢了啊，马上到了咯，你明白吗？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这个就是这个方程式的这一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懂得，哎，你和我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光速的距离，然后呢，其实你和我本身是没有距离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到达那个能量。当我们的能量到达那一个能量级的时候呢，空间成片，时间成片，这样当然所谓的这个物质也会成片，因为你变成无限重了。哦，什么叫成片的意思？大家要去深思一下。你是说时间是吗？你是说零等于停顿？你是说针对时间来讲，还是针对空间来讲？对对，时间。哦，针对时间啊，在这一边呢，如果我们以光速在进行哦，我们除出来就是任何的一个有数目的这一个，因为我的 laser pointer 在 point 的时候啦，zoom 的人是看不到的。OK，所以当我这个观察者的时间，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一个量有一个数的时候，除以一个零啊，它就会等于这一个被观察者的时间，它都是无限大的哦。所以我不知道在这边出现零啊，在这边一减掉一嘛，就等于零嘛，它只是一个所谓方程式里面的一个过程而已。可是零是不是等于停顿？零就等于零咯，因为数学上零就是等于没有东西啊，还是因为我不是很清楚他问的问题的 context 是什么，所以不能够很 specific 的回答。不过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过后再谈呢再下。所以呢，我们会知道时间、空间物质甚至能量啊，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会随着观察者随着他们相对的速度，还有那个立场，所谓的那个地心吸力场的那一个不同啊，所以观察到的这一些事物啊，完全会出现不同的时间、空间还有质量的，其实就是刚才讲的那一个道理来的，只是做一个小的那个总结而过。OK，可以。所以呢，
时间物质、时间、空间，还有一个资讯啊，本来都是叠加在一起的哦。资讯过后我们才会再谈啊，可是因为先介绍出来，因为刚才只是讲了物质、时间和空间嘛，其实所谓的 information 资讯，其实也是一个基本的单位来的。好，来我们 next 啊，哎，这个是一个思考题，很有意思的。首先，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我们对1、2、3是很熟悉的，对不对？是很熟悉的嘛。那么，这一个呢，如果有一个 x 呢是0点，后面是无限个9，那么请问这一个 x 等于1吗？所以说它等于1的，请举手。它就是永远比1少了那么一丢丢，对不对？它不可能等于1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呢，当我们加一些 operation 给它，就是加减给它的时候，它又不一样了，因为它要给你用啊。它的体呢，你根本就捉不到一个所以然，它没有所谓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给你捉的，你知道吗？可是你用的时候，它就是1。怎么讲呢？你现在先用乘法，把这一个刚才我们讲的 x 乘以10，它就变成了9.999。当然后面的这一个9是 infinity 的哦 ，infinity 的话就是 infinity， 上面有多少个9，它就是 infinity 个9，下面有多少个9 ，OK， 它也是后面有 infinity 个9，infinity 就是无限多的意思。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个10x 减掉这个 x 的时候，它是不是剩下9x？然后9x 的话就等于9嘛，因为后面的这些9已经被消除掉了嘛，是不是？所以 x 就等于1咯，做得到吗？这样开始的时候，我们讲 x 等于0.999，我们还斩钉截齿的说不是等于1，可是经过计算了过后呢，它就是1。这样到底我们用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可是当我们在用的时候，你认识它嘛？你在用你平常所有你用的东西，包括你在吃饭的时候，你认识它吗？它根本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体，它甚至0.99999，它甚至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那一个数字的这一个体型，它没有一个确定的量的，你知道吗？因为它的9一直在后面跑着的。哦，你看这个叫思考题嘛，有一些人在皱眉头了。哦，是咯，又有道理，好像没有道理。这些问题2000多年前就已经很多人在想了的了。是不是？第二题问这个下面这个要有办法弄掉嘛？你看呢、当我们知道呢，这个 x x 我们拿去开方减1，然后呢再除以这个 x 减1嘛，对不对？如果这个 x exactly 就是等于1来讲，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在这边1减掉1，它会等于0嘛。任何有量的东西 ，OK， 它上面也是等于0啊，0除0呢就会等于什么？你知道吗？以 undefined。写老师的话，我都不知道什么华国，你明白？根本就是不能够成立在数学里面，或者在正常的这个世界里面，它不能够成立。只要你去 confirm 这个就是1，我斩钉截齿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1，这个就是2。然后呢，你算一下。你如果觉得它真的是1，我们拿这样的情况来算一下 ，OK？ 所以呢，你知道为什么一个没有实体的东西，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可以用的实体？因为有一首歌叫做《我真的好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后面这样多个9，我知道它很接近1，可是它明明都不能够到达1啊，所以我们只是能够说它很接近1，可是它不是1，这道理上是这样讲嘛，对不对？可是呢，我真的很累，这样我们就突然之间，你知道吗？它变成1了，它不可能变成1了，你明白发生什么事吗？它这个道理呢，如果我把它倒转过来啊，有很多个后面的0啊，这个就是1.00000000000。我跟你讲说，在 infinity 的那一边后面有一个1，所以它永远都是比1多了一丢丢，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也是会在这一边发生的。
明白吗？这样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本来不能够确定那个东西体性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如果我想要去真正看它，然后拿来用，把它变成一，把它变成二，这样子的那个情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很累的那个现象。所以我只是想跟你讲，你用的现在的数学到了一个极端的时候，他们觉得数学不够用，所以才会有刚才那个混沌学跑出来，明白吗？数学不够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你们认为你们懂，其实真正的那一个最高级的数学家在研究什么是一。以前后学的这个教授啊，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些诺贝尔奖的这一些追求者，终其一生，我们只是想要去追求了解什么叫做零，然后他是讲英文嘛？No no no no,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is nothing, nothing is everyth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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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don't understand. 哦，一位老教授很可怜的，你知道吗？我心中有千言万语。我跟你讲，一不是一，可是你又不明白哦，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只是一直在用这现在的那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当你很累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可是当你很清醒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莫名其妙的，真的。来，我们 next，开始呢，这个呢就是布朗克，他在学物理之前是这样好看的，然后呢，他在学量子力学的时候呢，就变成这样了。它会变成这样。然后学量子力学，这个时候是他要临走1944年啊，他要走的时候，还要打扮。然后呢，这一些人，爱因斯坦的样子其实也是很靓仔的。他没有学那个什么之前啊，相对论之前也是这样的，这样子的秀才一样。然后呢，每次我们拿爱因斯坦都是讲他的头爆炸装的吗？相对论啊，还有什么？就是这一些咯。我们现在拿他们整个生命里面的结晶拿来讲到好像很容易这样子，其实是这一些他们是天才里面的天才 ，best of the best 所讲出来的这个智慧结晶讲出来的哦，他们都已经是呕心沥血的这一个结论了。所以呢，布朗呢他就讲说，这个世界是有极限的，就好像我们的空间呢是有极限的。空间是有一个极限的，我们叫做Planck length。诶，喂，因为我下面呢就是布朗克空间，它不见掉，不过不用紧，这个就是电脑不听话。好，那么就是1.6哦乘以10的开负35的 meter 哦，开方就是呢。就是我们讲零哦，我们这边讲零，然后点，然后就0000000，一共35个零过后呢，就会有161625这样子的意思。你知道几小吗？意思就是，如果一粒原子的那一个size，它就是这个的负10，它是0.1个 nanometer 啊，就是 one Armstrong 这样的意思10。如果它是负11呢，就比原子小10倍；负12呢，就比原子小100倍；负13就比原子小1000倍；负14呢，就比原子小10000倍。再上算下去，你们就明白这一个长度比原子小多少倍？几亿倍，你明白吗？这样子的一个长度，意思就是说，原来空间它是我们讲说要搞的，明白吗？然后这一搞东西啦，就是它好像一个叫 spike 上来，这一搞东西上来之间的距离呢，就是这一个值，这就是我们人类的能够观察到最小的单位，明白吗？叫做布朗克空间，他们讲叫布朗克长度，因为这个长度指空间就会比较容易理解。然后质量我们不谈，温度我们来谈布朗克时间，单位的时间，我们讲1秒钟是的，可能是半秒钟的时间是的，这个它的间隔时间是半秒钟吗？是不是？可能是
0.1秒就0.1秒嘛，你知道这个是多少秒吗？负的那个10的开负44次，速度非常快，就是说它的时间嘛。换句话说啦，这样子呢，如果我把它 inverse 回来，我们把时间啊，把它除以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会得到频率，就是说我们的1秒钟呢，那个东西生灭多少次，明白这样的意思吗？把这个 t 啊，这个时间啊，我们把它去除哦，等一下我们会来算的。所以呢，人类范围最小的距离呢，就是10的负35嘛。人类的生灭的频率，刚才呢，我们讲说，那个是负的44嘛。可是我把它 inverse， 我们就会得到频率，明白吗？刚才是时间，这个不明白我也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真的是中学的这个数学来的。时间你把1除以时间就得到频率。频率的意思就是说1秒钟重复多少次，好像我们的 radio frequency 啊，多少 megahertz，hertz 的意思就是1秒钟重复多少次的意思咯。好像我们的波啊，它的震动啊，988 933新加坡的就听933，以前我在新山读书都没有听马来西亚的电台的933啊，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它1秒钟重复多少个频率。大家有注意到吗？刚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时间、空间、质量，所有的常数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光束在这一边，有看到吗？就是说观察者的时间哦，被观察者的时间等于观察者的时间除以square root 1减掉这个相对的速度除以光速的 square。你们大家不用去想象的时候，我想跟你讲，里面有一个光速，是不是？所有你看到的空间以光速为基础，如果你超越或者接近这个光速，你看到空间就会怪怪的。然后呢，所有的时间的显现都是以光速为它的 base， 它的基础。如果你接近光速，你看到的时间会怪怪的，明白吗？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来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人类啊 ，OK， 范围的生灭的频率呢，大概就是1.85468乘以10的 power 43，我们叫做平方是吗？power 43，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空间的生灭，它生灭的速度，它的 base 啊，就是说我们看电视机，我们讲说我们去买 4K 的电视机，我们去买它不是指 4K 啊，你是多少 FBX 啊？FBX 就是 frame per second 这样的意思啊，它是60 FBX， 哇，这个东西很轻哦，120 FBX 更加的轻，意思说一秒钟震几次，这个已经很轻了，对不对？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参透？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是生灭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是这一个频率，你明白吗？这个频率是什么意思？我一秒钟那就一直的1秒钟 ，OK， 如果我的频率是2的话，我1秒钟要重复2次的，然后如果我的那个频率是10的话呢，我就会的，是不是？就是我1秒钟要重复10次吗？天哪！我们人类现实的范围的这一个频率呢，是10的开43次，这是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夸张的快 ，OK， 夸张的快。那么我们把这一个频率再去乘以一个最小的范围，我每一次呢，因为我那刚才讲很小嘛，一个最小的空间，我们叫布朗克的尺度，就是布朗克的空间。然后拿去乘以每一次，我就摆，就是摆这个我1秒钟能够摆这么多次，摆给他跑，明白吗？因为我拿一个小小的 block 这样子摆，然后它就会呈现那个速度嘛。你明白吗？我拿最小的单位乘以所谓最大的频率，最小的单位乘以最大的频率，我就会得到最快的速度。
说到这个道理吗？所以呢，布朗克的这一个得到最快的速度呢，其实就是2997245吧，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所谓的30万公里。我们讲30万公里 to be exact 就是真正的数是2997245啊，这些都是背起来的。好，这为什么是光速呢？哦，为什么刚才讲这样重要呢？天哪，我刚才看到的空间跟我观察的生灭有关系的，这句话很重要。我观察到的时间和我这个能在这个极限里面能够观察到生灭多少次有关系的，明白吗？就好像我们站在路旁，我们看到这个车咻咻咻跑得很快嘛，如果是在高速公路的话，然后如果我们是站在这一个驾在车里面，我们就觉得旁边的车没有这样快了，对不对？这样意思就是说什么，你知道吗？如果呢，外面的车有一个是跑到很快的，接近光速这么快的，你就会看到一切都是以它为底的，以它为基础，以它为基础，意思就是说啦，你看到成片的东西，能量它要显现出来的那一个速度是光速来的，地心吸力传播的速度是光速来的。然后呢，如果对光速自己而言呢，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你应该已经解释啦，是不是？为什么会这么多很奇怪的现象跑出来？是因为有一个最原始的原因，就是这个世界是我们生灭这样子把它执着出来的，然后执着的这个生灭的速度，对我们人类来讲就是这一个值。对鬼神来讲，什么值我不知道。我希望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去参考是什么值，而且一定是很大很大的，因为它的时间的能量很长很大很大。为什么时间能量很大？就好像我们在一个能量场很大的地方生活，我们这边过了一天，可能地球就是我们现在呢，可能已经过了1年。你明白这样子的意思？这个是刚才讲的这一个相对论的这个原理，所谓的能量场，就是所谓的地心吸力或者是地心引力的这个能量场。这样能量场很大的地方，时间过得特别的慢。可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呢，如常像我们这样生活的，可是他看回我们呢，会变什么？你知道吗？诶，这个东西很像。很脆弱这样子的那一个情况，讲到能量场就讲的一个题外话，不是题外话了，其实也是有，只是在这次的 slide 没有放进来。我们人类是活在4度空间的表面，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画一幅图画，它是2度空间嘛，我们讲它是一个 surface 嘛，就是一个平面。所以呢，当3度空间的人，就是我们呢，现在呢。看回去这一个平面的时候呢，他就会一口气就是在第一眼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什么呢？他就会看到所有的整个面，对不对？好的。如果呢，我们3度空间看回自己的话，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后学的前面，可是后面你们是看不到的，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3度空间，所以2度空间看2度空间的生物呢，它基本上呢是有一些遮影的地方，可是3度空间看2度空间是没有遮影的。以此类推，如果4度空间的生物看回我们3度空间，我们没有所谓的 hidden 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背后，他一眼望过去，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以为什么？他会自然而然的以为这个字本来就看得到，本来就是看得到的嘛。是不是？所以呢，每一个每一个维度的越高，它的能量场越高维度越高，能量场越高，它的这一个能够了知我们低维度的这一个能力，大过那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做得到这一个道理吗？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在一个能量场高的地方看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后面在藏什么，我也知道。
然后你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知道，因为我能量场比你高，哦，是这样子的那一个道理。可是如果你去执着外面的这一些假的那些东西，你会消耗你的能量，找回自己原本的最原始的能量，那个才是能量场最高的能量哦。所以不要再想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